你想要进入中国的平台，他们都有审查机制，甚至说你在网络上都可以去找到一些那种，你把文章丢上去，他会跟你讲你到底有没有击中某些关键字，这是个玄学。所以如果要做小红书，第一件事情是你要先搞清楚他们有审查这件事情，而且审查非常的严格。我甚至还有跟那个他们统战单位的官员吃过饭，那是以前同学跟认识的朋友，他说你们的年轻人也不爱钱呐、跟他讲中国国力很强，他们好像也不买账啊。后来我跟他说，那你们现在想要做什么？他说觉得偶像明星好像还有点搞头。嗨喽，大家好，我是志祺，欢迎回到我们的神秘职业大揭秘。那今天我们很荣幸呢，可以邀请到 Nick， 他是一位演算法工程师。在10年前呢，他在这个中国新创大乱斗的时期加入了小红书，成为了初代的员工，并且一路跟着这个小红书成为中国的社群巨头。那这集我们会聊很多的内容哦，可能像是小红书凭什么称霸女性的市场，然后真的有被当成是统战的工具吗？另外，我们也会聊聊大家关于演算法的一些好奇。那我们请 Nick 跟我们的观众简单自我介绍一下吧。大家好，我是 Nick， 我是之前在小红书工作了4年多的演算法工程师，很高兴今天可以被志祺邀请来。好，那在开始之前，先让我们进入工商服务时间。净零碳排已经是全球最重要的趋势之一，但一般人总觉得这个目标很遥远。而今天要分享的宏德能源，就希望打破这个印象，让绿能普及到每个人的生活当中。他们旗下包含了提供绿电售购服务的新兴电力，拥有环岛充电网的新洲快充，余电共生品牌新源渔业，提供智慧电网跟储能服务的新佑能源。宏德的目标是成为一家智慧电力公司，朝向家家光储充、户户碳中和的目标迈进。如果你对他们感兴趣，很欢迎关注FB 跟官网，或是在10月18日到20日期间，前往南港展览馆参观台湾国际智慧能源周 J0618 展位，亲自了解宏德能源的更多资讯哦。首先想问问 Nick， 就是当年为什么会想要到中国发展？因为我是做软体跟演算法相关的，我毕业的时候，我所有的同学还有学长们，我看到他们通通都去台积电，全部都是做硬体相关的。然后我那个时候没有什么选择，就只有你要不就留在台湾过着舒服的生活，要不就去了美国也过着很舒服的生活。但是那个时候中国互联网在起来，就想说那就去赌一把试试看。那你那个时候大概是几岁或者几年的时候？23岁。那现在大概是现在34岁了，所以我总共大概10年前。因为我那个时候我接触网络很早，所以我都会去看一些文章，就发现矽谷好像就是年轻人可以出去开公司，然后呢，好像年轻人也有办法去拿到一笔钱这样。然后我那个时候就很羡慕这件事情，所以就因为这样会去中国。那个时候台湾基本上大家都做得很辛苦，但是那个时候你就会目光投向中国的时候，就发现拿到钱叫正常，拿不到钱代表是你有问题。但是台湾是反过来的，那个时候疯狂到什么程度？有很多创投他可能也看不懂还是什么的，总之那个时候大家都看不懂啊。中国就是大家也不知道互联网未来会长成什么样子。那我每个项目都投200万人民币，我投100个中1个我就回来了。对，只要一个101倍就回来了。对，而且老实说，如果说他们投的很早期的话，100倍都是很简单的事情。就跟小红书在最早期的时候，他拿到第一笔的风险投资基金才100万美金啊，但是话他估值现在都是到100亿美金了，没错，基本上都是几百倍在跳的。那个时候的中国新创圈的竞争到底有多激烈？基本上来说，所有的人都想要活下来。那做的事情就是说，我今天就要尽可能招很多工程师，然后这些工程师会拼命的熬夜加班。所以在那个时候，大部分的公司大家是没有休假这个概念，而且那个时候的年轻人一旦进到这种创业公司，就跟那种被打兴奋剂一样，因为他会知道，就是说前面已经有公司成功上市，甚至是融了下一轮的时候，他可能就可以跨越整个社会阶级。原先买不起房子，瞬间可以买得起房子，所以他们都拼死拼命的在做。那基本上10点下班叫很早，每个人都会拼到凌晨，大家拼死拼命在做。那个时候中国可能有很多很多的火箭，就每个都在准备要升空。那你是怎么样的原因选择说我想要小红书？那个时候其实有聊了好几家，但是那个时候有跟小红书，例如来说 CTO 或 CEO， 真的面试都会面试到他们，会觉得他们其实蛮真诚的。因为我那个时候就问那个 CEO， 就说我之前待过的公司，要不被并购，要不就倒了。那这家公司会怎样？他就说我不知道。他的意思就是说每一件事情都会有风险，那我们能做的就是把风险降到最低。你就觉得这个人非常的真诚，他也没有唬烂你还是干嘛，就觉得可以。因为前面应该我觉得新创前期都是一定会炒混乱了，那但是有在哪一个瞬间觉得说他好像会很不错，我好像赌对了？我觉得那个瞬间是有一天你去搭地铁的时候，发现所有的小女生都在滑，然后你就觉得这世界怎么了？
还有就是说，一开始我记得每天会使用 App 的人只有60-70万，这放在台湾很多，那个时候放在中国连前100名都不到。然后那个时候真的是渐渐，你看他从60-70万到700-800万到1000万、2000万的时候，那个感觉是很不一样的。刚开始的时候看他一直成长、一直成长的时候，其实蛮爽的，蛮爽，就会有成长吗啡嘛，一直狂靠。对，几乎所有人都是那种非常狂躁的状态，因为那个成长太快了。那已经不是在台湾什么1年可以涨1倍，不是，那1年可以涨10倍以上。OK，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应该也会有一些失败的地方，就是你们觉得这会中，然后就丢下去就没有人理，超多的。我们那个时候用户越来越多的时候，我们就发现，做电商，那我们去开线下店好不好？开了倒了，然后不然、就是、完全不同逻辑。然后想说，我们有这么多流量，那我们来做自有品牌，好像可以赚更多。做了，死了。你觉得这边最瞎的会是什么？最瞎的是有一阵子啊，我们老板就说，我们那个时候女性用户很多，大概接近90%吧。他说不行，这个我们一定要做一点男人的市场，因为世界上有一半是男人。他就很努力的压着所有人，就说我们今天就要做男人。到最后做了半年，召集很多听的人做，就最后的结论是做的也不是很好，的确男人会多一点，结果来的都是 gay。对，我们那个时候做男性的时候太早期了，现在想起来很蠢啊。例如来说，我们去找一些什么篮球员入驻啊，不然就是我们想要去做一些3C 测评类的，然后呢，在广告投放上面去投男的。结果后来我们就发现，其实这些东西啊，只要你不够多的话，人进来他还是不会想看。所以呢，到最后男人进来就只会干2件事情：一是如果说你是 gay， 或者是你非常喜欢打扮的，他会去看保养品；然后呢，其他都是进来看比基尼妹妹的。对，但是喜欢看比基尼妹妹的，他的粘着度很低，他可能1个礼拜就只会来看1次妹妹这样。这样子，小红书在增加这个用户的上面，或者是整体用户的粘着度上面，有什么样子的策略吗？因为我们都会把用户分很多组，例如来说好了，我们用户有几千万。那他每天进来，用户给你看不同的东西，最终我们希望用户隔天还会来，所以这个指标在互联网的圈子叫做留存。就今天来了，明天还会不会来，或者是今天来的人下个礼拜还会不会来，我们做所有的实验都会看这个指标。所以所有的工程师跟做产品设计的人，我们都会去做 A/B testing， 就把人分2组，然后看他们未来的留存有没有变得更好。那这里面我们就会做很多事情。你今天一个新用户进来，我们就会知道说，你只要点赞超过3个，你明天会来的几率非常非常的高。所以你就会把机制去设定到你至少要达到3次。对，然后你就会发现，你如果是一个新用户的话，我们会鼓励你去点赞，我们会给你去推一些你比较喜欢点赞的内容，甚至是你是一个新用户进来的时候，我们也会先去挑一些非常热门的内容先推给你。猫猫狗狗比基尼美女，猫猫狗狗比基尼美女，对，没错，这些东西非常的安全。但是你可能在我们这边有点击之后，我们大概就可以知道你是男是女，还是你是随便乱填。那我们就可以知道你的用户偏好，接着就可以做更精准的推荐。有没有哪些东西其实是很隐性的，系统都会记录下来，但是一般的观众不知道？其实很多，你可能会觉得点赞或者是评论，这些都是属于很重的交互，就是说你真的要动手指。对，但你有想过，就是你点进去这篇文章，你浏览了多久？你在里面手指滑了几次？然后它不是会有图片可以滑动吗 ？IG 也是啊。你滑了几张图片，这些东西通通都每一分每一秒都在监控你的偏好。我们还可以去监控，就是说你今天在刷 IG 的时候，你在这个 post 这篇文章上面视线停留了多久，那个东西都是非常重要的信号。视线要怎么样去抓到？视线其实很简单，因为它不是一张一张卡片嘛。对，你进入卡片的时候，你在这个荧幕中间停了多久？大概就放在中间这样。就你放在中间，或者是在那个荧幕里面出现多久？因为你不喜欢，你就直接刷掉了嘛。对。然后在影片上面，我们也会去看你到底有没有全部播完。你有没有点赞，或者是你看了其中的几秒，或者是有没有看到很关键的那一帧那个片段，你的一切都在我们的掌握之中。好凶狠。那有没有哪一个是真的你觉得一般人根本不可能想到？这个当然我们其实就是 tracking 它，而且它非常非常的重要。这个其实蛮强的，你的手机型号，还有就是你的 IP 地址。其实这些东西都会去泄露你的一举一动。例如来说好了，志勤你们在办公室这里，你们只要连上 WiFi， 你们出去的 IP 是不是都是同一个？在系统里面，那物以类聚，你们可能都会看相同的东西。我把志勤点过的东西推给你们其他的助理，可能都会中而且他会觉得说这个东西就是容易出现在你们的讨论空间当中。对啊，他可能就觉得怎么志勤就是讲过这件事情，我怎么立刻打开小红书还是 IG 就看到了？实际上都是这个样子。你会觉得 IP 没有什么，但是他实际上他都在透露你们是一群人这件事情，这很可怕。而且如果说我们今天去了一个饭店，在里面连了他的 WiFi， 那其实也泄露出了很多你的消费可能性、你的消费成绩等等。还有就是你连过哪个 WiFi， 你有 IP 吗？都可以推测出你大概在哪个地理位置，我就可以把你所有去过的地方串起来，那就可以去画出你大概是一个怎样的人会出现在什么地方。了解。那这样我们已经知道了很多，从演算法的角度
度怎么样去理解一个用户。那如果他今天有一个创作者，他想要在小红书这边开始生存，他有什么样子的特别的思维或者概念可以帮助他在上面经营起来吗？从演算法的角度，这个很多人都会问我，我会说你们做之前，小红书有创作者学院，其实 YouTube 也有啊，没错，其实里面给很多东西，第一件事情是你先把里面的东西都给看懂，但是对于有经验的创作者而言，那些东西都不用看，他就会教你说什么标题要好好下啊，封面不要画一些有的没有的东西，这些东西都非常基本。但是一旦是你想要进入中国的平台，他们都有审查机制。OK， 所以他们是全部人工吗？我记得半人工，一部分机器，一部分人工。所以甚至说你在网络上都可以去找到一些那种，你把文章丢上去，或者是你录的影片里面的片段丢上去，他会跟你讲你到底有没有击中某些关键字，因为有很多时候那个关键字是你打中了，你还是可以过审，但是你就没有流量，这是个玄学。例如来说好了，小红书有一阵子就是整个中国的网信办就觉得网络平台不可以有太裸露的东西，比基尼就会成为一个会降流量的违禁词，因为对平台而言我们需要自保嘛。对，那你可能比基尼、内衣这些都不能出，就是我们都希望这一类内容比较少。所以如果要做小红书，第一件事情是你要先搞清楚他们有审查这件事情，而且审查非常的严格。这有点像是你要搬到那个国家，你要先搞清楚这个国家的法律在干嘛。对，没错，这是第一件事情。第二件事情的话，其实就是所有的创作者都会面临到一个问题，就是说你今天你如果是一个台湾的创作者的话，你进去你必须要去选那种没有地域性的题目。例如来说好了，我到现在还会有台湾创作者在做台湾旅游，你做台湾旅游，这些中国人又不能来台湾，那你做了他们看心酸的吗？就是你直接限缩了你自己的受众，你要把它打开。对，如果再回到演算法上面的话，很多人会想要去 hacking 演算法，或者是我是不是可以知道演算法一些东西，那我就可以过得比较好。其实不会，原因是因为演算法也是去反映用户的偏好，所以你要转过来看，就是说你要获取的是用户的偏好。所以我看过很多优秀的创作者做一个影片，他会做好几版的封面，我先把这一版的内容传上去发现数据不好，半个小时赶快下。对，我们现在也会。对，你们一定也会做这件事情。甚至我有看过他们访谈类的节目，或者是文字类的，就是他们发图文、图片加文字，他们可能会写6个版本，6个版本都上去试试看，试到一个我最喜欢的状态。所以我常会说，你到底能不能做得好，流量好不好，是 try and error 的过程。就是要不断的试。那你觉得你这样子待了那么久，小红书的核心价值会是什么？小红书如果说社区的核心价值，基本上我们是真诚分享。我们从最核心开始，就社区上面来讲，它都是想要打造一个真诚而且和平的社区，所以你很难在小红书上面去看到一些大家吵来吵去这件事情。其实有吵来吵去啊，那个在演算法上面都已经被我们处理掉了。就会直接因为去读文字，然后就把它拉掉。对，就直接把它拉掉，就很像我们也不鼓励说你有不友善的言论，它有一部分是机器处理，一部分是人工处理，所以我们整体来说，我们对社区氛围的掌控是非常严格的。你会发现在小红书上面看不到一些社会时事的讨论，因为这东西太容易引战了。就是我们常会说小红书就是买东西开开心心，岁月静好，大家都很快乐。但是在上面的时候，也有很多人会去分享自己的心情故事啊，你就会发现下面的都是非常正向的，就是可能互相鼓励还是什么。但是你说有没有辱骂的？其实那个辱骂的都已经被我们处理掉了。我打个比方，像台湾最典型的就是 PTT，PTT 就是我早年念书的时候可能还好，现在你只要是一个女的发了张自拍照上去，大家绝对骂你丑，然后呢可能去支压版跟大家分享我最近薪水怎么样，大家就会觉得你穷，这就是对创作者不友善啊。所以老实说，我们讲真诚分享这件事情，它很大一部分都是在控制评论，对创作者友善，而且对整个社区友善。就跟 IG 最近也出了一个新功能，就是它会帮你自动屏蔽掉不礼貌的言论。我觉得这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因为下面都在吵架，然后我就觉得好累哦，我人生好像没有想要花那么多时间在这种处理情绪上面。对啊，而且你真的觉得他们在讨论社会议题吗？没有，下面都在吵架，都在骂人，人身攻击。他们没有在讨论，他们只是抒发自己的情绪。对，然后在这边其实一定就会遇到，就是说社区的价值观跟商业利益会有冲突的时候，基本上小红书最厉害的这一点就是这样，全部都选价值观。例如来说好了，我们知道引战的东西其实是有流量的或者是说我们讲所谓的低智商内容。小红书以前有一阵子啊，那个真的是扯到不能再扯，就女孩子都喜欢白瘦美，然后呢，大家对瘦有很多追求，然后有一种文章，例如来说我们现在2根手指头就是夹在一起，拿橡皮筋捆起来，然后呢，你这样睡觉睡5天，你就会瘦了。然后这种文章流量超好，大家超爱看，然后都在下面可能笑他或者是吐槽他。这种东西短期内都有流量，但是长期来说的话，它都是有害的。我觉得在每个瞬间都能够选择长期，这是一个真的很厉害的事情。对，然后你在选择长期的时候，都会带来阵痛。你觉得这几个，就例如说专注在核心价值上面，然后专注做长期的事情，是小红书之所以在现在很难被其他的竞争对手给取代的一个关键原因？对，我觉得它是一个关键因为一个社区一个内容生态，它就是
那台车子啊，只要你开了之后，它就一直会有动能，不断的下去。但是你所有的东西，你只要做错一次决策，可能整台车就翻掉了。就是有很多公司，他们都想要 copy 小红书，他们还要来找我聊天。我说，如果说你们可以去忍受啊，1年可能整个社区成长非常缓慢的话，你们才可以去做。如果说你们都想要就是什么3个月就有很多创作者，想要快，统统都会死。如果说你的长期价值没有被坚持的话，其实那间公司是走不远的。这也是我觉得小红书那个时候非常可贵的一个点，就是连我们在商业化上面也都做得非常的缓慢。因为一个社区里面如果有太多广告的话，大家就不爱看了。对，但是这件事情他做得非常的克制，到现在为止都还是。我们刚刚讲了很多小红书很成功的地方，但它当然会有很多争议，像是因为小红书使用者是青少年嘛，或者青少女，那有人就担心说啊，你这边充满这种美妆网红啊、化妆教学，然后就在制造一些容貌焦虑，你会怎么样看待这样的想法？我在平台方工作过，所以我会觉得平台的工具啊本身是中性的。OK， 但是其实演算法它都会有一个倾向，就是你想要推什么，我就会一直推给你，它就会变成一个滚雪球，它就是往那边去。对，然后你说这些小孩子会不会有焦虑？我觉得都会有。但是你如果说你放到更大的框架上面来讲的话，我觉得演算法是社会的缩影。所以当我们做到小红书到最后的时候，我们在看数据的时候，其实是一种上帝视角在看所有人在做事情。它实际上是这个社会里面就会有容貌焦虑，然后演算法跟小红书就只是刚好把它放大了。OK， 但是你问我喜不喜欢啊？不喜欢。我个人是很不喜欢这件事情的。你刚刚讲到上帝视角的时候，让我想到一件很有趣的事情。刚刚这个数据就是鸟砍的这个过程当中，你有没有看到哪些觉得哇，这个也是很反直觉的数据，跟我的理解不一样，但是它数据就是呈现出的这样子的事情？很反直觉的数据其实应该是这样说，男孩子爱美的概率比一般人想象多非常多。就是我们一开始常会觉得说，男性事实上他不大会去搜一些什么化妆品啊、抗老啊、打医美啊，但是实际上很多男性在搜，不好意思跟外面讲。对，然后他们在中国可能就不好意思踏进去诊所这样，但是搜的人是真的不少。那个时候我看数据的时候真的是惊讶了一下，就跟台湾讲打凤凰电波，中国叫热玛吉，很多男孩子在搜那种东西。好有趣哦。对，然后还有很多人会觉得就是说女孩子好像对车子不是很感兴趣其实这个也很反直觉，女孩子只是不喜欢男孩子喜欢的那种车子，像 Mini Cooper 也来投我们的广告，其实女孩子也是蛮喜欢的。这些东西其实它都没有被好好的公开，即便拿出来看，那事实上我们对于性别的印象其实是蛮刻板的。对，这个机会很难得就是你能够有一个这么大的数据，然后就看到很多分众以外的资讯，而且它是很真实，它非常的赤裸。对啊，你晚上你去看他们搜什么东西，它会随时间改变吗？中午搜不一样的，晚上看不一样的。会啊，那个小红书早年还能卖那个情趣用品的时候，你知道吗？晚上的时候女性用户都在搜情趣用品。情趣用品的确是女生为主的市场，这是对，是女生为主的市场，但是你都不知道，最有趣的是晚上10点之后会迎来一波高峰。对，然后那个时候就开始在我们电商那边推那个情趣用品，结果过几天就被警告了。哎呀，你们不可以做这件事情。刚我们讲完了，就是第一个争议嘛，就是容貌焦虑，然后我们延伸聊很多。那第二个争议，我觉得就是文化统战相关的，因为台湾就是有非常多人用嘛。那你又怎么看待这样的说法？这个问题我已经被问爆嘛，对，问爆了。第一件事情，我们在台湾没有任何投放预算，没有投广告。然后呢，我那个时候跟我们老板说，你要不要成立台北办公室把我送回去啊？我觉得上海好无聊。我就跟他讨论一下人口，他就说，你们这人口比上海一个区还小，做它干嘛？合理。的确来说，它从用户量的角度来讲不多。至于是怎么长出来的那就是无心插柳柳成荫，就是我们会有文化外溢这个现象嘛，就很像说，有的时候到东南亚旅游的时候，他们当地的华人都会看过《康熙来了》，但《康熙来了》那个时候完全没有想要做东南亚市场，它就是这样产生了。那至于回到统战这件事情来说的话，它会不会有统战的嫌疑呢？会。原因是什么？在中国所有的 APP 基本上都是受到中国政府监管的。例如来说，之前滴滴打车，中国政府不希望它去美国上市，那你上了，我就直接去把你的 App 下架，然后呢，直接派公安进你公司，说你可能涉嫌泄密之类的间谍活动啊什么的，然后把你的公司搞成这样，股价超低，所以所有人都不敢做这件事情。你到最后一定会乖乖听话。但是我觉得我们的重点放错了。如果说你真的是用户群体来说的话，台湾最多人用的其实还是脸书跟 IG 或者是 Line。 对，我觉得我们应该要去关心的是这件事情。我常常会跟人家打一个比喻，我说当我们在看这些不管是 TikTok、抖音还是小红书的时候，这些人你都摆明了知道他是中国资本，他背后就是中国公司，那所有人都会对他有提防。那真正我们没有提防的其实是像 IG 跟 Facebook 这些东西。而且它的渗透率更高，你在内容丢上去的时候，它能够造成的杠杆是更大的。而且你说今天真的是有心人士或者是中国他想要就是给台湾投放一些东西，如果说我是中方的官员的话，我一定选 Facebook。
因为你会觉得它性价比最高啊。我如果投小红书的话，我只能去影响一些年纪比较小的年轻人，但是我今天如果去投脸书的话，我可以几乎是所有的受众族群都在我的掌控之中。我甚至还有跟那个他们统战单位的官员吃过饭，那是以前同学跟认识的朋友，后来他们就说年轻人的确不好做，然后说你们的年轻人也不爱钱呐，跟他讲中国国力很强，他们好像也不买账啊。后来我跟他说，那你们现在想要做什么？他说觉得偶像明星好像还有点搞头，但是我觉得偶像明星也没有什么用啊。对啊，大家看的就是一个文化表演，不会因为这样子就变成是认同。我如果是统战部官员，要搞定年轻人，可能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对，而且这让我想到9妹之前在讲说，长辈就是创作者的圣杯，因为长辈不会骂你，还会把你的影片分享到赖群里面给更多的长辈，而且他还有好几个群组，跟这有点像。对，没错，基本上渗透了一个长辈，就等于渗透了100个长辈。对，而且他们会垂直扩散，然后到处的聊，然后他也可以去影响自己的小孩，所以我们还是要多关心我们的爸妈，不要关心小孩子。对，所以你知道我通常人家在讲统战，我说这个议题的结论是先回家关心你家长辈吧。对，你都没有回家，你还这边讲别人的小孩用小红书。对啊，那小红书现在跟以前有什么差别吗？你说离开的时候跟你就最早的时候，公司内部吗？对对对，公司内部后来很糙啊。我觉得应该是说我早年去中国的时候，他那个时候手机普及率还很低啊。对，就是我那个时候都还有搭上手机普及率越来越高。普及率越来越高代表什么？只要你做的是 APP 的市场，你只要能够活到明年，那固定就会涨20%。对，那随着它越来越饱和，公司的人越来越多，大家做的事情越来越小，然后越来越竞争的时候，公司就不好玩了。当然，我觉得这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因为我离开的时候，他已经3000多人，快4000个人了。他已经不是当年那种就是 CEO， 你每天会看到他，然后他还会带他的狗进来。中间会有专业经理人加入吧？会啊，他就会建立各种的制度，你就再也没有当初创业公司那种这么轻松自在的氛围。这样，后来他到最后还在员工守则上面写上班不准喝酒。重大打击吗？重大打击！当初就是可以喝酒我才加入的。对，然后你知道当初还多夸张呢？就是我的办公室座位旁边就有一个酒柜，小冰箱是我买的，然后里面的酒都是拿那个团队建立经费买的。然后我问公司可以报，他说报啊，没关系啊，全公司都在喝酒，不差你这么一点。然后就是他后面有很多，例如来说，他还就是透过人脸识别，你要打卡，然后去算你在公司的工时有多久之类的。我觉得这一切实在是太疯狂了，我的妈呀！哇，这就被监控的感觉。对啊，然后你的工时如果不够的话，还会被警告。哇，然后你知道所有人工时都是10来1个小时这样。哇，痛苦。我觉得这是一件很挫折的事情，就是你会知道说公司已经大到一定程度了，那这也是一件正常的事情，但是你看了就会觉得啊，好时光一去不再。那你假设今天有一个人想要到中国的新创继续去闯荡好了，你会给他什么样子的建议？现在中国经济形势不好，你真的要选中国吗？不要这样好不好？不要这样，大家都在逃，你为什么要去？对啊，因为我是上海封城的时候逃出来的那一批人啊。我的堂哥之前在上海教他教书，然后他原本是一个150公斤的人，这真的超级好笑。他就被封城嘛，所以就被封了很久。然后我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就有整形，我有动一些手术，所以我们2个人碰到一起的时候，我们2个就一起看着对方，想说：“你谁啊？”因为他从150公斤瘦到50公斤，然后我换了一个脸，然后2个人就哇，这件事情也蛮魔幻的。你是封了多久的时候逃的？封了大概30几天的时候逃了。你如果封其他城市什么，就是内蒙古什么那个小城市就算了，连上海都封了。我有几个中国的朋友，他们就逃出来的人，然后他们就会说，他好像在那个过程当中看到了很多的人的恶，然后这个恶是很小的恶，你没有想要见证这些事情。对啊，没有啊，你那个时候甚至因为你都不能自由活动嘛，你们以前可能每天跟你打招呼的保安还没有封城之前都对你好好的，但一旦他们拥有权力之后，会变另外一个人，那会非常可怕。他会限制你说你现在不能出门还是什么的，但是你要出门怎么办？塞钱给他。这些人拥有一点小权力的时候，就会有这些东西这样。所以如果再回到你那个问题的话，就是如果说你真的想要去见识一下那种很大的市场还是什么，可以去看一看啊。但是其实现在在中国互联网或者是创业公司，它都已经发展到比较中末期了，所以你进去的时候基本上也只能去当个打杂的。那你当打杂的，那你还不如在台湾打杂，其实可能差不多。而且去找个火箭吧，既然如果你是对啊，你如果年轻人要找火箭的话，我觉得可以去美国跟很多国家找，而且甚至我觉得台湾现在创业的环境也比以前好很多，也会有一些火箭在跑啊。那今天非常谢谢 Nick 的分享。Nick， 你最后有没有还有什么想要跟大家说的话？任何都可以。没有我只觉得就是现代人刷手机太多了，能不能少刷一点？你知道，我就是专门设计演算法，专门在做毒药的。我的朋友都会问我一件事情啊，就是很多人就会说，你手机里还有小红书吗？没有，我手机里没有小红书，没有抖音，我 IG 是发消息用的。后来他们的结论就是，原来做毒品的人都不吸毒。我说对，没错，没有错，就是这个样子。对，自己大家也都不太看 YouTube 影片，没有。对，好 ，OK， 那这集就先到这边呢。如果大家喜欢今天的影片，也别忘了把影片分享出去，或者是点这个地方看看更多的相关影片。那今天的这一期就到这边告一段落，我们就下次再见喽，拜拜。